戳戳太可怜了。这些天让我觉得，就是说实话，我们这个弄得挺累的。然后我其实这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人，他自己还说自己情绪稳定。但是就是让我有点绷不住的，就是昨天咱们突然店里来了一堆人。其实我有在做预判，但是昨天这个事情真的就我想说，我第一天上班，包括你也说了对吧？你说就是这个什么生产任务是其实是经理的应该负责的东西，但是最后我们生产任务出现了出错，然后这是你作为经理的工作，然后你懂吧？然后导致我昨天睡了1个小时，然后我现在情绪很失控，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说，我有点，你懂吗？戳戳很大压力，他怕他会连累到音乐。因为我们是有淘汰机制的，你知道吗？然后我有很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倒数第一，就我们就是拿倒数第一到第二，如果拿3次就会淘汰，就是我觉得不够真诚。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包括每个人对每个人的评价也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对我认可，有的人对我不认可，对吧？那对我认可的人，我就怎么去跟他相处；对我不认可的人，我应该怎么去看见他，对吧？他又有哪些东西是让我能够认可，让我不认可的？我明白，对不对？所以有些问题其实不需要去看得很重。我明白。方法总比困难多。对。包括我刚才他跟你讲完话之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跟他发火了，我说为什么不让我的徒弟过？凭什么？难道别人的徒弟比我的徒弟优秀吗？然后店长就是讲过吧。那这已经是答案了，对吧？所以你现在就是合格的。所以说我最后跟你讲的一点就是什么？我希望接下来的路继续走下去。就算我作为一个大哥哥给你打气，好吧？你要记住这句话，好吧？走下去。哎呀，戳戳还是很感性的。刚才有店员喊我，然后这边让我去工作。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约，反正我都在上海。我跟你讲，你在上海，你要记住，我可能躲在哪个角落去观察你。好的。做得不好，我还会气你的。好的，好吧。好。师傅还是护着他的。有一个这样的老师真的很幸福，挺好的。其实，张浩宇这个样子，应该很多初入职场的人都是这样，都经历过。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像这样还是蛮多的。休息一会儿吧。你可以过来看一下我的改动，好吗？因为我的思维逻辑是，我要首先介绍主题，然后介绍我们地点，然后再介绍运营，就是外卖一个运营嘛。然后我们分析了2月份到8月份一个整体数据，然后但是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这里掉下去了，是因为有疫情的一个外卖比例升高了，这是不是外卖的比例。你这数据是不是填错了呀？是外卖的比例。但是我的外卖比例是61啊，你是不是填反了呀？外卖比例。这是8月份对不对？啊，8月份什么情况？是不是有疫情？疫情是不是线下人少？不是，你听我讲完啊，是线下人少。是啊，8月份是不是线下人少？线下人少是不是堂食人少？堂食人少是不是百分比就少？哦，对不起，我记错了，这的确上面是堂食。焦虑。我觉得 OK， 现在思路是通的，就算有些不通的地方，我觉得老师瑕不掩瑜。OK， 那就是鼓励外卖。瑕不掩瑜。怎么反应这么慢？我现在非常不在状态，我觉得。没事，你要少讲点，我就多讲一点。没关系，你要觉得你不在状态，你就马上打住，你不要就是浪费时间绕弯子。我会马上替你讲，因为我们俩都熟悉 PPT 嘛。你有哪一点讲不了，我就介绍你，你就不用讲了。可以，没问题。行，现在差不多了，还要再做2、3张，差不多了。但音乐刚才说你就不要讲，不要浪费时间。浩宇今天情绪本来就不好，他要听到这句话，岂不是更受打击？他有点敏感现在。那我最主要的是把任务完成，队友可以晚一点再安慰。我觉得音乐特别冷静，但是戳戳就是非常情绪化。我觉得我们今天金牌不一定，但是我觉得银牌应该 OK。我还有点担心小猪和那个李姐。他还担心别人。
你会觉得他们不太行。他的组合就很，我蛮期待他俩的表现的。这两个人不是在车上还很开心吗？你就把你的 brief 发我。我没有做，我不知道要怎么搞。我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我一分都不想讲，我就想直接放歌。又飞了。你就想好你要的点，然后你到我就是不知说道我要说什么，你懂我的点吗？我就不想讲不好的东西了。你不讲，全是我讲，一句不讲。那我就讲这，我就8个字讲。不行。我去打探一下，我觉得他们6个应该在下面做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吗？扎着，非常努力的在做。他们开始打探了。我们的 PPT 毫无内容。我们 PPT 也很简单，有这个简单吗？所以我就来打探一下。像不像草稿？那你们确实稍微过于简单。而且到我讲的趴，我只有8个字讲。我觉得我们得上去再练一下。8页。感觉初初莫名有了点信心，看完老李的 PPT， 拉踩别人，找回一点自己。那如果按照他们现在的表现，我们来预测一下，金牌是哪组？肯定是星辰和邓萌萌。我觉得焕文可以 carry 俊逸的。铜牌我觉得有可能是张浩宇。可是他有音乐啊，他万一那个 PPT 做得很好 ，PPT 好，这是他的强项。对，这个时候拿个铜牌，我觉得对他是个好事儿。别，我觉得戳戳要疯了，再拿铜牌。我们至少先保证这2个是有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思考第3个到底放哪个。你看，我们就可以分析我们的 location 的缺点，一个是没有回头客，小商圈的是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但整体消费和人气不高，人气不高给了让别人看见的这个点。这个是一个明确可行的一个方案，我们可以分一下，然后好 ，OK。伙伴们，我们还有10分钟开会，4点准时开始。你赶紧弄嘛，马上到点，然后你要不要弄给我 ？OK， 不着急。Come on， 发吧。Nice， 加油，王人加油！我去了，我也去了。真的很，天哪！我跟你讲，这是心跳的游戏吧？快点！1分钟发过去，哎呀，赢了。走吧，4点了，我把你电脑带上去了。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汇报吧，好吗？第一组。哦，他们第一个。焦焕文的表达能力还是很强的。好，我们这次主题就是说如何提升区域竞争力。我们店是在南京东路啊，它主体是一个以游客居多的一个商业圈，它的位置呢是在地下1楼。这个美食城呢，开业时间是在去年年底左右一个时间段，还不到1年，所以它的知名度来说其实挺低的，自然流量的一个客群引导会比较薄弱。他们的 PPT 好简单呀，每个照片。这是我经过了说2天我和我的焦老师的一个工作一个体验，然后以及调研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群体，得出来一个中心思想家的信任。然后呢，我主体以刚才的中心思想分成了2大区域来说，如何提高我们的一个区域竞争力，一个是线下，一个是线上。那我们线下呢，主题是让异客吃上一顿家饭，异乡客啊，异乡客就是我们那些外地的游客。吃上一顿饭之后，会对我们这一个餐厅有着信赖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推广我们，或者去搜索说，哎，我们家里面这个城市有没有这个老乡鸡这个品牌。然后我们第一点是这个家的信任的一个这样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图形嘛。如何去提升的？第一个是品质问题，
我觉得种类若多或口感好的话，对于快餐来说是一个质的一个跳跃，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然后剩下就是说卫生的一个状况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便携式的洗手液，发放给那些客人，在上面再印上 logo， 同时可以拓展我们品牌的一个知名度，而且还会让客人觉得更加惊喜，可能会去推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注意挺好。第3方面就是一个干净的一点了啊。而这3个品质、卫生、干净，也是我在这个店里学习的时候，我们店里的一个 slogan 叫做“干净卫生，品质放心”。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线上，线上就是一个外卖的一个群体。如果抛弃7、8月不看的话，其实整体就是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在运营的方面有些问题，而且在我昨天那个实践过程中，其实发生过，因为就是有个外卖员说，我已经是第3个外卖员来你们家了，说你这个菜单子怎么还没有给我出？因为确实我们那会儿是一个高峰客流量，我去问一个外卖小哥，他就说的问题主要就是说，你们家一天时间段有的时候出餐快，有时候出餐慢，可能就是一个客流量多，但是这是我们的问题，不能把这个责任给让外卖员一起牵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相互的一个灵活性去调配。这2个人真的是让外卖的出的速度一定要保持好，然后让整体一个外卖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这样状况上升。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竞争力会非常强。这就是我们目前想到的一些提高竞争力的方式。肖老师不用说话的啊，为什么不让表达更好的交换文讲啊？后悔了。整体 PPT 给我的感受就是，理论性比较强，可实操性落地的东西太少。我这边也可以简单回应一下。焦老师上线。经过这2天的一线的一个学习，我们都深知，就是这2天里边对我们操作流程的体会，其实真的跟我们的一线员工相比，真的还差得太多。认识到。那今天讨论刚刚想的这个框架和我们实际遇到的一些例子，可能都是一些个案，但是这个框架我觉得它是适用于整个我们的服务的流程，这整个的过程都值得被用这样子的框架去思考。我们都想能不能再多做一点，再做得更好一点，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些想法是不是能够应用到我们更多的店里面去，所以不单单只是这一家店的一个可以用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在1天时间内完成这些，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们要看到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落位。比如说，如果客人能进来的情况下，他可以感受到这些。但是我们现在压根在这个商场里面，可能就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有餐厅。所以说，我们没有解答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没有客人进来。你们可以往上去再想一想。啊，那好，谢谢。这个交换文非常善于总结。拍板啊。本来觉得他们是稳的。第2组就进行汇报吧。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梦婷姐战队的羊肠避短组合，我是羊肠，我是避短，大家好。他们是氛围组吧？老李说就说8个字儿，不会是说完了吧？今天我们就合川大厦店如何提升区域性竞争，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汇报。我们附近的竞争对手其实就隔壁的一个同品类的中餐快餐和稍远处的一个快餐，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些。然后我们2个人对于竞争力的理解就是一个扬长避短。我们需要把我们现有的优势放大，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及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缺陷给补上。下面我就从员工，尤其是厨师的角度，就是讲讲我昨天在后厨发现的一些问题哦。作为一个厨师，厨房最重要的肯定是效率。就我昨天工作的那个店来说，我觉得我们厨房的动线设计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L 字形设计的厨房对于后厨的员工其实是很不友好的，尤其是我机汤位在最靠近门的那一侧，如果我要送什么东西去洗碗间，我其实要绕过整个选菜区送到那边。我要吐槽的一下是为什么我们的后厨没有水槽？
我觉得配备水槽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我第二点要讲的是，其实厨房是一个军队，这是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后厨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掌事的人。第3点，昨天心很痛的一点，我就觉得真的食材浪费得很严重，因为8点之后客流量就会变少，然后第2步菜往往是会剩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菜销毁前的1个小时或者40分钟内，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搞一个限时折扣。其实我一开始跟我师傅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要销毁的食物当做员工餐来吃？然后我师傅就说了一句特别让我感动的话，他说我们的员工也是我们的内部顾客，他说我们也值得吃到最好的东西。哎呦，这句话说的我都要掉眼泪了。先别掉。接下来让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扬长，以及他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昨天的1天的实战，然后我是在外厅，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的去一线去工作。因为我自己是个音乐制作人，所以呢，我在这2天的时间里赶出来了一首曲子，就我希望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听一下这个作品。欢迎光临老乡鸡，欢迎光临老乡鸡。你好，先洗手再选餐。你如果用3个词形容老乡鸡，开心，有激情，兴奋。他们忙着搭把手给他撑把手帮一下忙，大家庭嘛，开心。同事啊对我非常好，感觉这个餐厅就很温暖，就是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员工也是内部顾客呀，哇，那么员工肯定要吃好的产品，对不对？开心啊，每天都很开心啊。欢迎光临老乡鸡，欢迎光临老乡鸡，欢迎光临老乡鸡，欢迎光临老乡鸡。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欢迎回家跟家文化的东西，然后传递给顾客们，就是我们要提升竞争力的一个办法。对，谢谢大家。我觉得我很被感动哦。我们说我们的愿景是铸就伟大民族品牌，对吧？餐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低门槛的行业，可能就像你们一样，你们找工作。你们未必也选，对吗？事实来讲，其实我觉得餐饮是一个特别受尊重的行业。我们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岗位，他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他的一个菜做得好不好，可能今天顾客就吃得开不开心；我们今天服务做得好不好，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我们如果把自己仅仅是看作开一个饭店，我们卖菜的，我们太小看自己了。说得太好了。民以食为天嘛。我想说一下，就我听完之后的一个感觉吧。首先呢，我觉得在第一个顺捷汇报的这个板块，你对于厨房的这些观察，我觉得每一个点都非常的实用。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在想，人才啊！但是同时我也想说一下，我觉得今天 presentation 的一些问题。关于厨房如何提高效率，如何提高员工内部的满意度，我觉得非常棒。但同时，我也想问，就如何能够提高这家店的区域竞争力？哦，他们整个偏题了。特别是陆家的这个板块，我们看了之后的确会很感动。但同时也是想问，这个视频如何能帮我们去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老李呀。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变成让客户在场的客户感受到，那我们就成功了。我觉得你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问题是真真正正
接下来你们可以尝试去实现的。谢谢谢谢。已经很好了。他其实非常了解听众想要什么，这个我觉得在职场或者是你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但是他们是不是跑题了呀？大跑题。整个 PPT 你会感觉是2个分裂的东西，前面那个朱顺杰在写的那个东西全都是文字 ，PPT 大 G 全是字儿。对，然后呢，老李的那个东西又没东西。他上一次也是这个路子。野路子。各位，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我们是做一个餐饮，各个行业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从来都不觉得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我永远都希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因为我特别相信那点，麦穗越成熟，腰就压得越低。所以，真的在开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服务员，只有好的服务才能让顾客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尊重这个你从事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有点紧张。然后呢，我们在外籍人这个，那前面就你自己操作。开始了哦。好。我们分配到的门店是上海火车站友谊商城店。那么我想问大家，火车站附近或者火车站门口的餐饮店，大家第一印象会想到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好吃。游客。贵，火车站的都贵。贵，不好吃，游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餐厅很少是会有回头客的。其次就是可能我们的顾客他们的来源很广很复杂，但是我们因为3个点推翻了我们的想法。第一，我们昨天下午实习的时候，我们有明显的感觉到，在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客群是有一个激增的。第二是我们一整个月的一个营业额的分析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周1到周5的时候，我们的营业额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说我们这家店最主要的客户群体还是上班族。他今天讲的状态自信很多啊，比上一次。上次邓萌发言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所以呢，我们给出的想法就是我们如何运用火车站这个周边，然后来吸引更多的顾客。然后让我的小伙伴来讲这个部分。谢谢萌萌。哎呀。那么我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域分析，以及说我给到我们门店有3个我想说可以提高我们区域竞争力的一个做法。我们主要分析了2个商圈，一个是比较大的火车站附近的商圈，它的一个优势是人流量大，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出口出来的旅客们不一定能看到我们的店，所以劣势是曝光度低。那么为什么呢？西侧是这个出口，是离我们门店最近的出口。但是我们到了西侧出口出来以后，本来我们门店在那边，但现在有一堵墙，他们往左转就完全看不到我们那边的门店了。如果顾客是从东侧这个出口出来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我们的门店的，他的视角大概是这样，直接都拍下来给对方看了，而且扣题扣得非常紧。那么这边是有我们一个巨大的海报，然后我形容是万抹丛中一点绿，但是由于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看得清楚。那么第2点，我也分析了一下我们在的那个友谊商场里的那个商圈，优势是我们这个商场里面的主要餐饮集中在负1楼，我们反而是这个商圈里面最具竞争力之一的一个餐饮店，但是也有一些劣势啊。劣势就是说我们这个商圈其实人气也不高，消费能力也偏低，所以说根据我们一个初步的分析，我们现在想要给我们的刘店长3个可以改进的建议，给店长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如何提高我们的区域竞争力。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对应了我的3点：明亮灯光、大海报，100米之外看得到。第2句就是方向距离很可靠，客人不怕找不到。最后一句就是门口新菜全报道，看了吃了都说好。感
你要打个快板。我给你抢活了。当然，最后我想请萌萌再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个昨天一天下来的一个实习的体验。首先我们来到这家店的时候，我们2个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店面的地址最不一样的一个，所以呢，火车站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快，动车和高铁变得越来越快。为什么有人要选择吃快餐？这背后意味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快。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企业文化一直在强调什么是家，我想给我们这个火车站这个门店一个限定的家的概念。家就是我们想要我们在行色匆匆的这个旅途当中，可以得到一份安静，得到一份休息的时候，给了客人一碗汤的时间，一顿饭的时间来感受生活，来回到家。所以我们做一份鸡汤，从原材料开始，我们要养180天才能有这份原材料。我们要慢熬鸡汤，要105分钟左右才能熬出一锅鸡汤，但是一锅鸡汤只能盛13盅左右。火车快，生活节奏也快，但是火车店门口的一碗热鸡汤，其实就是我们能给到我们顾客的快节奏下的慢生活。火车和高铁越来越快，但我们这碗鸡汤不紧不慢，希望我们上海火车分店越做越好。他们快和慢的这个点找的真巧，真好。他俩慢慢的、稳稳的那种感觉，我特别沉迷，喜欢。我觉得在整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也最快进入店员的角色。然后在 PPT 的时候，2个人无论从分工还是到最后真正的切题都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有一种团队的感觉。今天你们的这个 PPT 是最切题的一个 PPT。在调研上，我觉得是看到了一些专业性，因为你有去跑商圈。我这边讲一下，第一个是你说的是门口那个巨幅海报的那个3个灯光的问题，对吧？那个灯光的话，控制的话不是餐厅控制，是物业控制。它只有中间美食广场那一个广告牌会亮灯，剩下全部都不亮灯。这样啊，不是让你一一来接待这些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所提供的思路是我们不一样的思路？对，就是对吧？他们想你比如说，他短短时间他就能看出来，你这个客群不是火车站的客群，对吧？这是我们所经常做店长看不出来的，这就是他们优势所在。对，是的。好老板。没有，店长真的很好，我觉得是最佳店长。好，那店长，我想问你，他们提的这些建议，你之后会去落地吗？不仅会落地，而且我会追踪，立马落地。所以看了他们这个方案，我觉得他们这个都是人类高质量方案，高质量男性在人类高质量方案。哦，我想到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他。你昨天晚上发信息给我问今天汇报厂长在不在，在和不在有啥区别？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有故事。OK， 好，谢谢啊。坐吧。所以想等等，就是我是有想占用厂长的1-2分钟时间，我想跟您反馈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注意力。就是说，其实您昨天是来到我们门店的，但是有一点我想提，您的一件小事让我不是很满意。哦呦，哎呦，我们一直强调员工的家文化，那包括厂长您，我知道您以前也做过很多事，比如说跟员工一起吃年夜饭。那包括昨天也是坐下来跟我萌萌还有店长一起交谈，我正好也在旁边。那您首先是问了萌萌的师傅娜娜姐。你好，有什么需要？这是微服私访。你这微服的有点明显。这个是黄焖鸡。黄焖鸡。这个呢？这个是鸡杂，它的口味是辣的。我要辣。然后他回答了那个您的问题之后，您就突然直接走开了，然后甚至都没有跟我的师傅玲玲姐一起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尊重人的一点？他怎么带着哭腔啊？我觉得就是塑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哎呀，受到小委屈了。他心疼他的师傅了。就是要做好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都不应该
去忽视。我们昨天10几位员工接待晚上200-300人，我们大家都是很辛苦的。您忽视了千千万万的基层的员工。如果每家门店有30-40个员工的话，我们全国会有3-4万。我觉得这些人才是这个企业真正的中坚力量。而我们8个人今天这1个月，我们还依然只是这个企业里面非常新的新人。所以我觉得您以后在塑造企业文化和与员工交流方面，可以多注重一些细节，然后说多去做一个感性的提升。谢谢。他认真了，他带入进去了，敢于跟老板说真心话，挺好。不是，他呈现的是一个事实。昨天的确是这样，因为我没进店，我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想看你们2位在店面的表现怎么样。舒总说我在忙着伪装，不敢说太多，所以就忽视了跟店长或员工的交流，这是一个事实。首先，厂长不要解释。好，不解释。人家给你提了建议，你收到就行。好，不是，我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了。为什么将来要厂长在，就是为了怼我。你现在心情怎么样？虚心接受。这个也被你怼了一顿啊，吹平了啊，已经做到99分，我是督促您做好最后1分。好，哎呀，这个情商真的高，不错不错，心诚真的不错。不是通过这一段，就在现场我谈我感受，我确实给他怼懵。对懵。当时的确是这样，就注意力主要是看他俩，他们是不一样。你要跟过去普通员工，没有人去跟你说这些事情。幸好我那天反应还快，音乐和戳戳来了啊！好，开始吧。好，那我们今天作为最后一组也是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前面同学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再加上大家也知道我们俩上午也各种状况百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顶着压力完成了这个演讲吧，希望大家能够有耐心听下去。首先我们在想如何提升老乡鸡区域竞争力，那提升的是到底是提升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到了2个最关键的点：提升利润和提升商誉。这就是每一个 business 每一个商家最关心的2个点，就是利润和商誉。那么我们想到了以下几个点去提升利润，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提高客单价，因为短期内去改变这个客单价，改变这个目标不是很可取的一个长期的方案，所以我们先忽视这个点，然后我们就在剩下3点中做文章。第2点就是提高访客量，提高翻台率，就是想革新一个打卡文化。我们原来说我们去上班打卡，那么我们每天也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来老乡鸡打卡，就是相当于把老乡鸡变成他们一个类似于企业的饭堂。然后第3点的话就是压缩成本。然后我们在店内昨天有观察到一些我们觉得成本上可能可以压缩的地方，比如说我昨天有跟我的师傅一起在贴一个外卖送餐盒上的一个小贴纸，其实是个很细小的事情，但是他需要2个员工去贴3个小时的贴纸，就为了贴那么几千盒。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公司的总部来说是个很简单的解决计划，就是多一条生产线，生产一个没有气孔的外卖盒。打断他。我再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切鸡这个步骤，给我2点感受吧。就是我觉得，其实还蛮花时间的每一只鸡。但其实我想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机器，因为切鸡嘛，就是咚咚咚咚咚，重复性的事情，让我一个机器啪可以解决。哪这么简单呀？然后第2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何提升商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每一客单的盈利的1%给乡村的孩子加一个鸡蛋或者加一份鸡肉。它是一个免费的广告位，一个持续性的宣传，也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宣传。哎，又要打断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小细节，就是刚好鸡蛋也是跟老乡鸡是符合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有联系的。对，这就是其实是我们最后一个点了，就是我们最后就升华到如何提升老乡鸡的区域竞争力，以及我们的线下门店，它不仅仅在是一个提供饮食的场所。他俩就没有明确分工好，在讲之前，音乐脸色不好，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对。
我觉得整体的2个人的呈现，里面讲的这个内容，相对来讲会空一些。第二就是我明显的能感受到你俩在讲的时候的那个配合度的那个节奏感。音乐在讲的时候，浩宇一下子把它给咔了一下，对吧？本来文本就是音乐做了。这是一个 PK， 所以还是会有成果的。大家先在下面等一下。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呢，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累积点亮5盏，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太统一了，这个没办法不统一。所以我们团选择的金牌组合是新城和萌萌。究竟我们团预测是不是正确呢？来看一下结果。宣布一下金和铜。金牌是我们的袁星辰和邓萌。又猜对了，恭喜恭喜，我们点亮了第2盏金牌灯。我觉得你们能够让我至少在你们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们很用心的去看了这家店。你们是考虑到我的顾客是谁，我的顾客能不能看到我在这个区域的竞争力。所以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想着是老乡鸡要怎么样，而是我们的顾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们有在你们今天的汇报中有做到这2点，所以这个金牌给到我们的袁星辰和邓萌。棒棒棒棒棒！今天的这个铜牌的话，来了来了，音乐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哦，小戳，我觉得是张浩宇，这个时候受点挫折是个好事儿。说我们把它看待成家人，而信任呢是怎么让顾客信任我们，把我们当成家人来看待。整体 PPT 给我的感受就是，理论性比较强，可实操性落地的东西太少。我们附近的竞争对手其实就隔壁的一个同品类的中餐快餐，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些。因为我自己是个音乐制作人，所以呢，我在这2天的时间里赶出来了一首曲子，一首歌。我们看了之后的确会很感动，但同时我也想问，就如何能够提高这家店的区域竞争力？在我的考虑下，我觉得是有点浪费人力成本。以及我们的线下门店，它不仅仅在是一个提供饮食的场所，它更是一个互动的空间。我明显的能感受到，第一个你俩的配合度。那音乐在讲的时候，浩宇一下子把它给咔了一下。那最终我们通过多个维度，我们把今天的铜牌是给到音乐和张浩宇。那在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发现音乐你的逻辑就是你非常优势的地方。那在你们俩的这个分享中，我们觉得没有发挥你俩应有的水平，缺少了一份走心。我们工作上我们都会有技巧，我们会有工具，我们会有模块化，我们会有系统性。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想做好一个好东西，就是把我们的心放进去。我觉得这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基于这一点，所以这个铜牌给了你。OK， 那这就是今天的成果。
大家还是一样，就是要把你们的成果挂在那里。哦，说出这个铜牌比较多呀。这个榜真的是有点，每次看到心都会揪一下。你不经历残酷，怎么可能会成长？那这一期当中，你们心目中的这个宝藏实习生是谁？我觉得都挺可爱的。星辰一半，邓萌一半。我最爱星辰，确实值得爱。就是我觉得真诚、服务好，然后有家的味道啊，就在他身上很松弛，你就会觉得很像一个小弟弟一样，在他身上是有这些特质的。他能够把萌萌给带起来。其实2个人的合作跟1个人自己单打独斗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在今天在2个人的合作当中，1+1发挥出了大于2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高度关注戳戳，我觉得他一定会翻盘，不然他这个心态如果一直这样下，他肯定他就该走了。所以我觉得他一定经过调整，我很期待他下一期。加油！我们期待下一期他们的表现。拜。今天我们的品牌 X 计划真正的启动，加2个组的组长星辰和萌萌。为什么要拆散？为什么把圆梦给拆了？分组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窃喜的。铜牌都在我们这里。我天哪，一个王者带3个青铜，救命！我们要不就一起做？分开来做吧。好。哎呦，独狼，他还蛮喜欢这个比赛的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先回小洋楼碰一下。不是，我们想回宿舍了。先回小洋楼。哇！啊，音乐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哇，终于说出来了。我没必要 care 别人是不是什么，不是这样的逻辑。我们组员有点拉胯。关于美感、审美的东西，萌萌来做，你就自己发挥就好了。老李更像队长。我觉得萌萌有点被带跑偏了。就说你到底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理念是什么？百日兰这个旗舰店定义到底是什么？你们每个点都很分散，整个组搭配也很混乱。这个汇报还是有点小草率。好紧张。来个绝地反击吧。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